这周美联储开了一个会，鲍威尔说呢不加息了，明年可能降息3次。这句话刚说完，应该说这句话之前，美债的 ETF 它就是这样子一个走势。那10年期的美国国债呢，它的利率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看一下二手的美债。二手美债的话，目前的价格是4点多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看新发行的国债，12月15日刚刚发行的，它现在利率是4.75。这期视频我和大家说一下美国国债本身和美债 ETF 之间的区别，是直接买美债本身呢，还是买美债的 ETF？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？那美债的 ETF 又有哪些？短期的、中期的、长期的，它们的分红是怎么样？费用是怎么样？最后我跟大家实操演示一下如何购买美债 ETF。美国国债呢，它是固定收益的产品，大多数国债在你购买的时候就锁定了利率，它是隔一段时间付你一笔利息，或者是到期给你利息，根据不同国债的品种啊，从这个层面上面来说，它是个保本产品，到期了之后它就会把本金还给你，并且呢，美国国债它是免州税和地方税的，你只需要在到期的时候或者获得利息的时候呢，付它的一个联邦税就可以了。美国国债大致有8个类别，时间从短期、中期到长期，最短的时间是4周，最长的时间是有30年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时间段的国债。关于美国国债，我已经讲了一个系列了，在我频道的播放列表栏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种类、买卖、优势和它的风险全部都有。那美债的 ETF 又是什么呢？美债的 ETF 它是美国交易所的一个交易基金，你可以在交易所进行买卖，跟股票的买卖方式是一样的，它也分为短期、中期和长期的。那它是追踪美国不同国债价格。那国债本身和国债的 ETF 之间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它们就是一个国债的收益和价格之间的关系。那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逆相关的。我在录国债风险那期视频当中提到了国债久期的概念，它就是债券的平均回本时间。那债券的时间越是久，它久期的时间越长，同时代表着这个债券它本身的利率风险就越高。而且这个数字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上个月我录视频的时候它还是16点多，那现在它已经变成17.16了。这就意味着债券的利率每下降1%，那它的价格就会上升17%。那这个杠杆是不是真的有17倍那么多呢？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。那美国2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从最高峰的5.88、5.388降到了4.176，那下降基本上是1个点。这边的数据代表国债利率的一个收益率。那同时我们来看代表国债价格的ETF TLT。那它的话从最低的价位现在是81，然后涨到了目前的99，那81加17的话是98，那基本上都差不多。所以说国债的利率如果继续下降的话呢，这边国债的价格就会继续往上升。那这个美债的 ETF 又有哪些呢？我给大家列了个表，同样它也是有短期、中期和长期，还有美国整个债市的。当然了，美债的 ETF 不是只有这个4种，而是这个4种呢是市场上流动性比较大的4类 ETF，比较有代表性的，我给大家列出来。那短期的话呢是 SHV， 那它的费用全部是0.15%，收益率的话我也给大家标出来了。那近1年当中的话，是因为利率的升高，所以说短期的国债收益率不错，它的收益率1年的话是4.93%，但是平均到10年的话，它只有1.13%。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中期和长期，长期跟中期，特别是长期的，最近因为利率上升，长期债的话，它的利率下降得非常厉害，很多做债的 ETF 的朋友可能都有亏损。但是呢，我们拉长时间到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呢，它的收益率其实跟短期差不多是持平，也是在1%左右。那整个债市的话呢，近10年的收益率是1.72，这些数据呢是我今天12月15日刚刚采集的。大家也可以在 iShare 的网站上面寻找这些 ETF， 然后这上面的话也有非常多的，比如说它的
收益率是怎么样？现在是12月嘛，所以说我们看11月30日为期限的一个收益率，1年的、10年的。然后呢，它的9期是多少？这边也有这边有费用0.15%，然后上面的话是有9期有多少？这个是20年的国债 TLT， 还有其他的国债，短期的、中期的都有，大家可以去查一下，是这个网站 iShares 这个网站。那我们再到陌陌的软件上来看一下分析的数据。这个软件还是挺好用的，特别是在看指数和个股的时候。那最近他们在搞活动，我把链接放到视频下方，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点击一下。先看20年期的国债，它是 TLT， 我们从周线上来看就会比较明显，还是看月线吧更明显。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它下降的非常厉害，但是最近因为降息了，所以说它的上升力度也是挺强的。可以看到大量的买量在这边，然后是这样子一个2点钟方向的上升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详细信息，我们点这边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股息的话是3.37，所以说你买国债的 ETF 不光是可以从价格上获利，同时呢，你还可以获得一定的股息，但是这个数字是不是固定不变的，它是会浮动的，然后它是每隔一段时间呢，就会分一次股息给你到账户当中。好，然后看一下中期国债 IEF 的话也是一个上升的趋势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股息是2.93。再看一下短期的 SHV， 短期的话，它的股息现在是4.74，那它的图形就比较有趣了，可以看到是这样子一个图形。这边我还放了另外一个长期的国债 VGLT， 这个呢是Vanguard 出的一个 ETF， 也是用的人买的人挺多的，它的股息给的是3.27，也是3.27，差不多。整体市场的话 BND 我们可以看一下 BND 的话，它的股息目前给的是3.04，那它的图形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月线整体的美股市场，把这个关掉看得比较清楚一点，整体的那个美债市场。现在大家是不是就希望这边的涨幅像18年一样蹭蹭蹭蹭往上涨？当然了，就是 ETF 的话，我这边提醒大家一下，跟国债本身它又是不同的东西，它是一个可以交易的一个指数，所以说呢，它是有风险的。你买进去，它价格是波动的，不是说保本的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它涨的时候确实是价格涨得还是不错的，但它跌起来也是会让你的本金下降的，这点大家需要有一个概念。这边呢，我还放了美国国债10年期的利率，1年期的、20年期和30年期的，这个不是交易的 ETF， 这个是陌陌软件放在这边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的利率数据。那如果你点开的话，比如说我点开美国国债10年期的利率，右边可以看到，这边不光是有美国的国债利率，而且还有日本的、中国的、英国的等等都有。它会根据每天国债利率的变化，然后在这边显示作为一个参考数据。再说一下怎么样购买美股的 ETF， 我们就以20年期国债 TLT 举例吧。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的日线、周线和月线，然后觉得这个我是很想买了，还不错，那你可以直接右键点击这个 ETF 右键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快捷交易，点击。然后这边就出现了市价单，然后代码是 TLT 美国20年的国债 ETF 价格，因为选择市价单，就是说现在目前市场上是什么价格，就以什么价格成交。那目前的价格是99.15，那比如说我交易的时候它变成99.16了，它就以这个价格成交。那然后你就输入你需要的数量，你可以买1股或者10股、2股都可以，100股、1000股都可以。然后没有什么问题了之后呢，就点击买入就可以了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选择还有一个是限价单。限价单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我觉得它现在在上涨了，但是我看一下，比如说10分钟的线，我觉得它这个上涨了之后，你看
在下跌，我觉得它会跌下来，比如说跌到98.25这个价位，那我就填一个这个价位，我觉得它会跌下来，然后我就填98.25这个价位买100股。那如果说它待会儿如你所愿跌下来了，到达这个价位呢，它会成交。但是如果它跌不下来，它反而更往上了之后呢，你就不能以这个价格成交了。那你就如果还想买的话，就可能要填另一个单子，或者就是用市价购买。这个就是现价跟市价的区别。那你选完价格跟数量之后，点击购买就可以了。这边我就顺便说一下怎么买个股或者指数吧，其实都一样。然后你点搜索，然后搜索一个你喜欢的股票，比如说是 NVDA 英伟达，然后点击，然后可以看到它的图。哎呀，上面还有我的笔记。然后呢，就是你可以点下面，就是快捷交易，点击一下，然后同样就是价格、现价、市价都可以，然后点击你要的数量，然后点击购买就可以了。当然了，在其他地方，比如说这边，看一下交易这边，你也可以点击你所要的股票，然后进行交易，都是可以的。那我就不讲太多了，省得你们晕。下面回答几个关于债和 ETF 的问题。那股债配置中的债是哪个？然后推荐一个 ETF，都可以吧。国债本身或者国债的 ETF 都有，就是说配置当中会用到。那共同基金当中，他们比较多用的是直接购买国债本身。那个人的话呢，两个，根据你自己风险承受能力，你都可以买。那还有关于一个 ETF 选哪个都可以吧，20年的短期、中期、长期都可以，但是比较多的人会买 TLT 长期的，因为它的价格波动会比较大，然后趋势上来的时候呢，获利还蛮丰厚的。但是它是 ETF， 不是像国债本身它保本的，所以说你购买的时候，你还是要时刻注意一下它的。那等到趋势反转的时候，你还是需要卖出的，不然的话，你的本金会有亏损。推荐一个简单长期的定投组合，这个还真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简单粗暴的推荐，因为收入、年龄、家庭状况，然后家里有几口人，什么时候要用钱，这个根据同一个人吧，不同的时间阶段，他的定投组合也是不一样的。这个我可以教大家怎么自己配置一个，但是内容还挺多的，之后我们再说好吗？推荐一下长期投资的 ETF， 这个我之前讲过呀，不就是 SPY 和 QQQ 吗？对不对？就这两个，然后长期的话，它的获利还是不错的。那如果说你要找个平替，你可以选 VOO 或者 QQQM， 他们的话就是跟 SPY、QQQ 差不多，但是呢费用低一些些。目前建议买 TLT 来获得资本利得，还是买美债本身？这个是看你自己的风险承受了。买国债本身的话，那就赚短期5%，长期4%的利率。那买 TLT 的话呢，你可能就是说，希望它可以把利率慢慢的跌到0点多，像2020年这样的状况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可以有37%的获利了。但是同时也要接受市场波动的风险。券商处买的新发行国债和二手国债有什么区别？短期的话有时候会有价格上的区别，比如说现在美联储不是刚刚说不加息了吗？那现在市场上的二手国债的价格跌的就比较厉害，特别是长期的。那我们在 Fidelity 上面来看的话呢，20年跟30年期的国债，长期的都是4.23跟4.03。但是我们回到官网上面来看的话，刚刚拍卖的30年期的国债价格是4.75，这个差别还是有点大的。那短期国债的话，它的差别就比较小，像3个月的话，现在这边的二手价格是5.37，那官网上面3个月的话，13周，它价格是5.42，相差就不大。当然了 ，Fidelity 它也有新发行的国债，我们可以在 New Issue 这边找到。明年如果预计降息的话，如何投资国债可以继续做阶梯买入吧？那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看下来呢，明年大概率是会降息的，所以说阶梯购买的方法可以停一停了。
如果说你的投资偏好还是偏向于保守，甚至于保本的话呢，你可以多买一些国债，短期的、中期的、长期的都可以配置一些。那根据你自己要用钱的状况，如果在 Treasury Director 就是官网这边买了国债，到期前想卖掉，怎么操作？那你直接去官网，然后呢，你先看一下怎么操作的，你直接在搜索栏里面打 sale。然后搜索一下，第一个就是告诉你怎么卖国债的，其实还挺麻烦的。他跟你说，你登录了之后呢，到你的账户管理中，然后填一个表格，这边有表格可以点击，然后填完了之后再寄还给他，这边有地址，然后寄给他，他通过之后，你再回到官网，然后把你手上债券转到券商，任何券商都可以，不一定是 Fidelity， 然后在券商这边再卖掉。说实在，我个人没有卖过，我在官网这边只买过 iBond， 因为它也只能在官网这买，其他的话我一般都是在券商这边买，因为券商这边也可以买新发行的国债嘛，所以说还挺方便的。我们说一下怎么给陌陌开户吧。这个软件挺好用的，在免费软件当中属于挺不错的了。之后如果讲到个股或者 ETF 的时候，总是会用到这个软件的。OK， 好，然后用这个邀请码，然后输入回车，然后就进入了邀请页面，然后选你喜欢的文字，简体、繁体、英文都可以。那目前呢，它有一个活动，然后就是你入金100的话，它送你5个股票；1000的话是15股。那建议的话可以入金1000，因为它现在的话会有一个5.1的一个利息给你，然后也不需要手续费。陌陌对北美的客户来说不用手续费，然后交易啊什么全部免费，特别是这个软件你用它的话都是免费，这个软件挺强大的，直接点击领取，然后就可以用你的邮箱来注册了，邮箱、手机号都可以，然后输入邮箱、手机号，然后点入下一步就可以了。输入邮箱，然后点下一步，然后输入密码，你喜欢的密码就直接设置了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你可以选择在美国或者其他地方。如果在其他地方的国家呢，你可以选择用护照或者是其他的身份证件来开户。哦，对，说到这边，我答应你们，就是不是美国的那个没有美国社会安全号的，怎么样开户，然后怎么样购买美股，我记得的，我过个1-2天吧，帮你们把这个视频做出来，好吗？我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。好，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把你的名字打进去，生日打进去，国家打进去，然后再选下一步就可以，一步一步按照他说的做就可以了。全部做完，然后入金完成了之后呢，他该送你的股票就送你了，然后现金放在那边，该给你的利息也就给你了。好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。如果有什么问题呢，可以给我留言或者发信都可以。好，祝大家投资顺利，拜拜。